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带我去哪儿？带我去哪儿啊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你们干什么？你可以走了。啊，走，不许回头。这什么鬼地方？哪那么大动静？就为抢我身上那件袍子？早知道。解忧！卢参军，我打听到了，普宁坊的人全跑去修真坊了。这是为何？说是修真坊有个女雨师在祈雨。啊？女雨师？哎呀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长安之前从来没有过女雨师。罗参军，咱们去看看。啊，你公务在身，去不了。可我苏明一介白衣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再说了，我是真想一睹女雨师的风采。龙王爷在上，修真坊雨师瑞秋，祈求您普降三灵。娘子好，方才祈雨之际，你的舞跳得真好，不知那舞可有名字？没有，只是拼凑了一些简单的动作，方便大家跟着我一起跳罢了。那便可称作雨师舞了。雨师辛苦，请问祈雨的结果如何呀？很顺利，今日龙王爷在家，长安必定有雨。但愿这修真坊能下得多些，免得别人说我这女雨师不如男子。哎，罗阿生好歹也是在长安有宅子的人，这样的袍子才配得上我嘛。没扣子，那个掌柜的又糊弄我。但那确实没有补丁嘛，而且还便宜。
真好，真好。你觉得这字迹是何时所写？乍一看，应是半月前。兵分两路，你去查这件袍子的线索，我去找喜君，请他判断出这没写完的字到底是什么。我知道，这是我今天卖出去的，买主叫阿生，嘴里常挂着在长安有宅子，却是个极其吝啬之人。我这件衣服一个补丁都没有，他就在这跟我讨价还价，没完没了，都耽误我做生意了。最后就给了30文，我都是赔本的呀。多少？30。哼，这个阿生可真行，连我都给骗了。哎，你刚才说赔本是什么意思？嗨，我不是做旧物生意的吗？这些啊，全是我在坊间收的。我收这件衣服就花了40文。你还记得是从谁手里收的吗？记得，修真坊的羽师，全长安唯一的女羽师。很顺利，今日龙王爷在家，长安定会有雨。来了。莫非这是人血？没错，是在一件来路未明的2手袍子里发现的，应是求救之人在危急时所写的。根据血迹，苏无名推断写于半个月前，故写字之人应凶多吉少了。半个月。血腥味儿还在，依我看来，不超过5天。5天？再让我看看。看着最后一个字，如不出意外，忧的可能性大一些。夏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微乎其微。若这个字是谢，那么就应该读谢忧2字；若非姓氏，就是解忧了。解忧，在求救血书上写此2字，未免也太怪了吧？是啊，所以你应该先查叫谢忧的人。雨师娘子，你可真厉害！你叫老天爷下雨，他就下。要不，你再跳跳，让老天爷也在我的心坎里边下场雨，怎么样？出去。你每次登台祈雨，我都来看，不感动吗？现在没人。你单独对我好点，怎么了？你还是出去吧，不然你会后悔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调戏你怎么了？没揍你就不错了。我娘子就是被我打跑的。要不你做我的新娘子吧，我不会天天打你的，隔3差5打一顿，我舒服，你老实。松手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。笑话！我阿大什么人？长这么大从来没后悔过。好，那你告诉我你家住址。你要干什么？怎么？不敢？哼！
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长乐坊赵景公寺旁就是我阿大家，怎么着吧？记下了。你额头的伤是怎么弄的？你男人不会也打你吧？让我心疼心疼我娘子。住手！你是何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雨师！她是我娘子，你管得着吗？这无赖胡说，谁是你娘子？你如此放肆，就不怕公谢抓你吗？抓我，说我调戏她，谁能作证？我便是证人。活人才能作证。司法参军的流动公廨就在附近，我不信你敢行凶。外边雨下这么大，哪有人看见？再说了，我娘子可不会报官的，对吗？大胆狂徒，还不赶紧放了他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们俩是一家的，讲话都一样。我先宰了你，再看谁后悔。陆凌风，救我！找死！敢欺负我的人！我何时成了你的人了？哦，我一直都是樱桃女侠的人，永远都是。哎呀，是租客吧？这宅子不错。对呀，要租房来我们修真坊啊，就对了。就是偏了点儿，可是再偏那也是在北边啊。要租赶紧租啊！最近进坊修仙的人越来越多，房价马上要上涨了。是啊。我不是来租房的，请问三位娘子，这宅子住的可是姓谢名优？啊，不是租客呀，是来找谢举子的。他已经搬走了。他何时搬走的？3、4个月之前吧。说具体些。哎呦，小郎君，那么凶干什么？薛欢，公谢查案。在一间旧货铺出售的袍子中，发现了求救的血书，很有可能是这位谢举子所写。你们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？求救？血书？怎么？这个，我们几位邻居也觉得难以置信，他怎么可能出事呢？毕竟他人挺好的。对，贵为举子，一点儿也不清高。是啊，还经常帮我们干活，还给我写诗呢。我们还总做好吃的给他。举子是南州人，喜欢吃蘑菇。今年他生日时，我们还专门到乐游园采了蘑菇，给他做汤。生日时，看来你们邻里的关系不错呀。瞎说什么啊！上官在查案呢。就这张嘴。三位怎么称呼？曼娘、阿聪、阿花。在下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。三位娘子，一旦有谢举子任何线索，立刻上报公廨。走。阿花，你来了。你快把我从笼子里放出去，让我溜达溜达。
昨天是我不好，但不是我不想尽力啊，我实在太累了，你就别惩罚我了，把我从笼子里放出去，让我去床上休息2天。等我养足了精神，我一定……一定什么呀？一定对他好是吧？那我呢？阿聪，你也来了。哎，曼娘，你们一起来了。正好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真的吃不消了。谢橘子，原来你早就想走，所以就写了血书找人救你。只是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把血书传出去的？现在我们3个都在，你说吧，到底是谁帮你传递的血书？说出来，省得我们姐妹3个相互猜忌。要不然……别！我不知道什么血书，我什么时候学过血书啊？谁把他关进笼子里的？是我。放他出来吧，关久了落下毛病，如何替我姐妹解忧？哎呦，大姐，说的好像就你心疼他似的。多谢3位娘子。解忧郎，既然不是你写的血书求救，那就在这好好待着吧，省得你到别出去拈花惹草。你也不用考什么进士了，我们姐3个好好待你，这辈子就这么过了。终于有人来救我了！这3个女贼凶恶至极啊！我被囚在这里暗无天日，一天到晚的帮他们解忧啊！混账！你刚才不还说其人之福吗？这片林子叫升仙林，袍子是3天前的早上我在一棵树上购下来的。按方内民俗，但凡有人死去，家人就会把死者生前最后所穿的衣服或饰品抹上少许羊油，挂在这升仙林的树杈上。这件袍子是死人生前穿的。把死者的衣服挂起来，名为招魂之说，实为降鬼之用。死者的鬼魂如此才不会缠在家里不走。那真相不就是人一死就被家里人嫌弃吗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非也，只是别人都没这么想，可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那儿怎么有只绿色的鸟？还真是，翠绿翠绿的。哎，雨氏娘子，你常来这儿吗？每天早上都来，因为除了雨氏之外，我还有另一个身份，便是采路人。采集晨露。正是，雨氏如仵作，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，到我这一代无男丁。那年我10岁，便稀里糊涂地成为了长安第1个女雨氏。对此我说不上讨厌，也谈不上喜欢，但总想着自己做主，选择一件事做，便成了采路人。露水采来何用？多年来，修真方一直接纳来自其他各方，甚至是外州的修仙者，现已聚集近1000人。在他们看来，若能一直服用晨露，久而久之便可飞升。哦，这倒是个没本的买卖。那天早上，我跟平日一样，来这升仙林采集晨露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升仙林拿衣服，主要是很喜欢这个颜色，想着祈雨的时候穿。可拿回家试穿时，不知为何，
一阵透骨的寒气袭来，真让人怕。正赶上有人来收旧物，我就把它卖了。我是有错，可这衣服是给死人挂的，也不算盗窃吧？应不算，只是我想知道这袍子当时挂在哪儿啊？就是这儿。就那根树杈。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要回去给郎君做饭了。有劳娘子了。鼻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树上怎么那么多鸟啊？还都是绿色的。据传说，人死之后入葬之前，会从棺材里飞出一种鸟，名唤杀。杀人的杀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字。其羽毛是翠绿色的，乃人的鬼魂幻化而成。那叫什么杀呀？还不如直接就叫鬼鸟呢。此鸟俗名就叫鬼鸟。这鸟真怪，在外面一直都没看见，应是只生活在这片林子里。所以，怪的不是鸟，是这片林子。哎，你还能上去吗？能。上面可有什么蛛丝马迹？没有，这树杈上连个线头都没有。莫非那个瑞秋骗了我们？来，你接着啊，把它挂那儿。哦。哎。干什么呢？赶紧仔细找找，若这袍子之前有盘扣，那一定是瑞秋拽下来的时候给扯掉了。快找找，找找！苏明，啊？是不是这个？应该就是它。这布料很普通，可这盘扣却是绿松石做的。这袍子啊，有些来历。还不快跑！哎！二位，想必是行走江湖的朋友，此来行刺，受何人指使啊？不说。好，我说，我身后的是我的人。你们若敢害他性命，或伤他毫厘，我一定会跟你们拼命，哪怕流光最后一滴血。我是主谋，地下密室是我家的，囚禁谢幽的主意也是我出的。
与他们二人无关。让曼娘和阿花搬来做你的邻居，也是你的主意吧？你丈夫是怎么死的？把他压下去。是。曼娘，你武艺不错，手上有几条人命啊？也压下去。是。阿花，我是从犯，我是做过刺客，可一直都是协助，我自己没杀过人的。我若没有掌握证据，能让你单独留下来吗？阿聪的丈夫是你杀的吧？不是我杀的，是曼娘。曼娘是我和阿聪的上线，怪我不谨慎，让阿聪的丈夫知道了以前的事。曼娘招呼都没打一声就下了手，血溅了我一身，吓死人了。以前的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事。不招，老罗、老贾、老刘。我招。曼娘是血帝的刺客，我和阿聪是他的下线。你怎么发现破绽？你们去乐游园采蘑菇给他过生日时，明面上他已经搬走了。都怪阿花这张嘴，当然也怪我，竟被解忧郎给勾引了，才落得今天。关于血滴组织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们直接砍我的头吧！切，你们的鼻子都不行，没闻到血腥味儿？没有啊。你多抠下一点来，溶之于水再闻，尤其是那个蟹字，或者是叫那个解字。你看前边“救命”二字，明显浅于后面的2字。这是因为刚写的时候写稀，所以需要不断的咬破指尖。你看，写到后面就咽如朱砂了。恩师孙思邈曾说：“人血离体3日泛腥，5日生腐。”你现在再闻闻水中之血。确实有淡淡的腥味，此乃血中精气未散之象。按《黄帝内经》血气衰变之法推算，绝超不过5日，当在3日至5日之间。可这字迹的干裂程度，哦，我明白了。近日长安的雨师都在求雨，而雨是今日午后才下。那件袍子一直挂在生鲜里，袍子遭风吹日晒，加速了它的风干，才导致这只写了几日的血书看上去像是有半月之久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多谢费老神医纠正了我的误判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咱都是一家子人了，行此大礼，我还怕折寿呢。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，问我，我随时指点1、2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失踪几日了？半个月左右吧。具体点。17天前的夜里走的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。
啊，对了，我男人的脖子上有一块胎记，挺大的，就像是一条大黑虫子一样趴在那儿，很好认的。还有，他还因为这块胎记，给自己起了个绰号，叫赖大虫。那你把阿赖的样貌说给这位小姐听，让她帮你画出像来。哦，这位大嫂，请跟我来。瑞秋，这位是在下辛子房，长安县令。见过辛县令。哎呀，早就听闻修真坊的羽师有天仙之貌，果然不虚呀。若曹子建得会娘子，怕是要废了洛神府。偏若惊鸿4个字，本该写给你呀。啊，县令谬赞了。若没什么事，瑞秋先起语了。哎，有事，有正事。羽师娘子有如此容颜，求羽师一直戴着面具，岂不可惜？我想，能不能不戴？这不好吧？这羽师求雨从来都是戴着那龙头面具的，不然的话，就怕那龙王他不让进门呢。哦，那就在正式的祈雨仪式之后。我听说你常在台上带着大家跳舞，这个时候再摘下面具。这，我大唐开放，包容并举，不必因循守旧。相信羽师娘子摘下面具之际，一定会大受欢迎，能够将街东的百姓，特别是万年的达官贵人，都吸引过来。这位小姐画的可真好，像极了我那郎君。你男人的脾气秉性如何？他，郎君，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？哎，郎君，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问老子去哪儿？阿赖，你不要每天游手好闲的，动不动就打娘子。再有，哪有自己给自己起名叫大虫的？那不是因为你给我生条虫子吗？能赖我吗？老东西，你要是给我生成潘安，我还能游手好闲吗？你要是给我生成吕布，我是不是早就成龙了？还用得着叫大虫吗？你这个逆子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你起开！这有大虫什么意思？那是老虎。两个老东西，要是再敢烦我，吃了你！起开！世间竟有这等不孝之人！啊！要不是郎君失踪，我是绝不敢在外人面前说他的坏话的。上官，求求您帮我找找他吧，阿爷和阿娘也还都盼着他能回来呢。祈雨马上开始了。昨天就看了，跳的还挺有意思的。喜君，走，咱们也去学着跳跳。县令，县令，哎，不是你们俩看我干什么？赶紧去散布消息，告诉他们，我们长安县的羽师娘子美若天仙啊，求雨最灵，很有可能是龙女下凡，所以很多人才入修真坊修仙，啊。快去呀！鲁参军，师傅，啊，徒儿，你看，
我长安百姓其乐融融，若天下都能如此和谐安定，盛世不就来了吗？你们谁啊？哎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哎，我赖大成可不是好惹的，你放开我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哎，宋长，扒人家衣服做什么呀？你可以走了。啊？你们把我抓到这鬼地方来，什么也不做，要撵我走啊？滚！哎！赖大成也是你们想欺负就欺负的。改天一把火烧了你们这个鬼地方！娘的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赖大成可不是好惹的。